不知道怎么心平气和的录这一期本来也是新手妈妈，新手 YouTuber。今天想聊一聊庞贝症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宝宝今年现在是11个月零几天，差不多快1岁了。他很健康，他很健康。我只是想聊一聊在他刚出生的头3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是在 UW Medicine 出生的，然后一个标准流程就是会有一个 newborn screen， 它是会检测一些基因病。然后就当时说是有可能有一个基因不正常，是庞贝症。它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基因病，隐性基因病。具体的 fact 我就不说了吧，现在大家都有 ChatGPT， 大家想搜的话就 summary ChatGPT 都可以给你。我现在就只是想聊一聊自己的经历，还有自己如何度过这段时间。从他有发现不正常的检测结果到说确认他应该就是健康的这段时间，差不多3个月吧。当时我记得那天带回家好像是2天还是3天，他有一点点黄疸，然后我和我妈妈就很开心的抱着他到处晒太阳，因为说是黄疸就是多吃多排晒太阳，然后就给他各种找阳光好的地方晒太阳。我当时就抱着他在那边，就我老公突然就神色很凝重，跑过来说：说这里有一个基因检测不正常的结果。我心想有啥不正常？但是我看着他的那个表情，好像没有见过他有过那样子的表情。他应该当时候已经做了一些调研了吧？他看到那个结果，他肯定会一通搜，说这个 abnormal 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检测结果。这有一个酶，然后这个酶它有可能导致庞贝症，看没？我当时也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病，我相信很多人基本上这辈子也不会听过。它罕见到可能几万个人当中会有一个那种。当时我们最基本的理解就是有3种类型，一种就是婴儿型，一种是青春期那种会发病，一种就是老年型。然后我们就各种网上搜资料，发现一些中文的资料不是很多，然后主要是论文。当时就心一直往下沉，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小孩不会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甚至有可能会很快就会死掉。有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就是一个中国的案例，从出生到死掉好像不到1年，然后就一直在住院。然后还有一个医生说是20几岁突然发现自己是庞贝症患者，然后也就是各种治疗嘛。我之所以想拍这期视频，就是我非常不想去回忆那段时间，是因为在我成为妈妈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还能有如此深刻的痛苦。我甚至也不太想去回忆那段时间。它给我造成了极大极大极大的痛苦。可能那段时间我能强装镇定，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家还有我老公家，他其实并没有任何遗传基因病，因为它是一个隐性遗传基因病。就如果只有双方家庭有携带这个隐性基因，即使如此，也是只有25%的概率，这个小孩才是会是一个生病的小孩。他有当然这些 fact 我也不说了，反正就是因为这些
概率的问题，我就还有一些幻想，我说，哎，应该不至于说就这么不幸。在成为妈妈之前，其实我想了很多。我是一个嗯，对很多事情都会提前规划的人，所以嗯，做出成为妈妈的这种选择，是我完全出于理解了生育的各种损害，理解了你作为一个母亲会对一个小孩付出什么样子的爱意，以及如何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我去照顾和爱护这个小孩，这些我都是知道的。我甚至在一亩三分地看到有人说有一个帖子是讲，如果你的小孩是一个生病的小孩，你作为母亲，其实你的一生基本上就会有极大的一部分就是为这个小孩去付出，去保护他。我甚至连这个思想准备，在我怀孕之前我都是有的。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就处在一个极度崩溃的状况之下。虽然还能强装镇定说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我们家没这个基因嘛，如果有这个隐性基因，应该会显示出来吧。而且万分之几的概率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同时我又想，哦，为什么万分之几的概率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些罕见病的家庭难道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所以我就是很崩溃，然后也有一丝丝理智。但是很多时候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会哭出来的状态之下。当时还有一个事情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是因为我妈妈就跟我说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从小我就知道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被当做一个笑谈、一个笑话来讲，至少我是当做一个笑话来听的。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曾经被诊断为是小儿麻痹症。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各个机构都说，哎，说你去那个机构啊，说你去那个机构，就是把我们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就没人愿意去接手这件事情。然后把我们送回家之后，我妈说就有好多好多辆车就来到我们村儿，然后把周围的小孩子都打了疫苗那种。然后我妈说那段时间我们家人出门，就周围的人都离我们远远的，就觉得我们是病毒一样那种。然后当时我爸妈肯定也是很崩溃，他们没有跟我讲他们具体崩溃的过程，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已经记事了，所以她跟我讲，她有一次记得我爸爸在院子里大哭说，就是哎，细节就不讲了，我相信有子女的父母应该都能理解这种心情。之所以当做笑谈，是因为我就是很健康嘛，就是最后好像当时只是说是因为我调皮在那边爬车什么的别着脚了，所以走的愈瘸愈拐。这件事情就给了我一些信心，我就坚信说，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之后，我也会把这件事情当做笑谈一样，当做笑话一样讲给他听，一定是这样子的。嗯，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任何一个妈妈，在我这种情况之下都不太能保持理智。我当时就在网上疯狂的看资料，我当时 ChatGPT 好像已经有了，但是我没有太关注，我都是直接 Google 搜。看到的这些案例也都很吓人。我甚至搜到了一个电影，就是讲一个父亲他们家有2个庞贝症患儿，然后他甚至因为这个他就努力的去创业，去研制出来了那个治庞贝症的这个药。它这个药的原理就是说，因为这个庞贝症是因为某种酶没有活性，然后但是这个药就可以定期的就往体内注这种酶，就是会延缓发病的速度。它不是一种治疗，它只是一种，只是说让这个情况变糟的更慢一点，然后尽量的让这个孩子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和正常的生活。我还看了那个电影，我说我们好好努力，好好创业。我说我们这个酶就是足量的给他打。当时搜了很多，说什么样的保险就会 cover 这个，然后每个月的花费什么，当时都已经在搜这些东西了。
我，嗯，但是这种情绪上的东西，嗯，我不想给广大女性造成生育的焦虑，因为，嗯，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的备孕、怀孕、孕检，甚至生产都非常非常顺利，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甚至生产的时候，我是第一次生孩子，然后生产的时候，那个医生护士都惊呆了，说你这生的好快啊，就是说第一次见生这么快，然后就十分钟左右就从 push 到生出来就十分钟左右，他们都震惊了，我也没有觉得很痛苦。我一开始甚至还说我要不打无痛，我就看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后来就发现并不能，开到2指的时候我已经喊着我要打无痛。但是从这件事情上你就能知道，说我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而且我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生孩子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没有任何生产上的焦虑，我也不想给任何女孩子未婚未育的女孩子有任何的焦虑。我觉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妈妈，然后你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它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说回到这个庞贝症，当时因为这些事情都那么顺利，而且对我来说唯一的影响可能就是长胖了，还有对职业生涯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些都是我能接受的。我觉得带来一个生命，它总归是要有代价的。我愿意去付出这些代价，所以我的心态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我当时6周要回我的 OB 那边去，就是生之后做一个什么检查，反正就是生完6周之后去检查是不是恢复的好。我当时从去的路上想到说见到那个医生，我就想到我去孕检的时候跟他就是聊天，想到说一切都很顺利，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就突然联想到说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检查有这种不好的结果，然后就爆哭。当时在那边真的是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像那几个月一样就是哭成那个样子。当时是真的是泣不成声，坐在那个医生的办公室里面，那医生也有一点点懵，因为他就也不太能理解，说我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是他问怎么回事，他首先问了一句话说 How is the baby， 然后我就直接说不出话，我就直接开始爆哭。当时可能整个那个有一盒纸巾就都被我用完了。然后我老公就在旁边解释说这个有一个 abnormality， 然后有可能是庞贝症，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查。然后那个医生直接就问说你需不需要一个那个心理医生，就感觉是整个人已经真的是崩溃了，不是崩溃的边缘。然后呢，就是我今天想拍这个视频，还是想给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就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妈妈，如果你的小孩也有一些 abnormality 的 newborn screen， 就先不要崩溃，先去查资料。我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我当时其实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但是我当时心态就没有说崩溃到要就是卧床不起那种状态，是因为我找到了这篇论文，就当时找了很多资料，那这一篇是最有用的。然后这篇论文呢，它就讲了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就不说了。是想分析的点是这个点，它其中有一点说，这个 newborn screen 的 false positive 是0.05%，就是说，就是它其实是即使你的那个检测是 abnormality 的，你被确诊的那个概率其实是很低的。然后这个0.05%就给了我极大的自信，说不至于，应该不会，肯定是 false positive。
我知道那个新妈妈应该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理智，但我拍这期视频就是想给，如果出现罕见病还没有确诊有怀疑的这样子的时候的妈妈，或者是还没有生孩子的姑娘们，一些提示，就是意识到那段时间自己的激素在作怪，意识到，嗯，确诊和 newborn screen 它其实是有很长的距离的。先不要着急着崩溃，先查资料。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当时我们有这个 abnormality 之后，是跟我们的儿科医生聊嘛，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造成了我进一步的崩溃，是因为他并不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不能说他不专业吧，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病它确实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罕见病。我和我老公有了这个测试结果之后，就疯狂的查资料，然后对于各种病情、不同的种类怎么治疗、什么样的药，然后都有很多的了解。当时去约医生，然后发现那个医生其实知道的比我们还要少，而且他还来了一句说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false hope"，然后就让我觉得好像整个事情都没有 hope。嗯，我想跟新手妈妈或者是新手父母讲，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核，就是，你这个人他这么说，他可能也不是他诚心想要去增加你的痛苦，他确实可能也是不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去共情你，你就只能，嗯，自己更加坚强。然后把我们 refer 到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我们最早的时间就约到了宝宝3个月左右的时候，嗯，就带着这样子痛苦的心情，然后等了3个月，然后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说not even a carrier。这是非常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情，说美国的医疗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点是我们当时检测结果出来了，他说 abnormality，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其实有一个更新，然后这个更新的报告里面其实有说，确定他就是我们这个基因的 variation 是 not unsignificant 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致病基因。它这个结果更新之后，我们 iChart 里面并没有 notice，然后就导致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然后就白白痛苦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当时去儿科医生的时候，那个人都不是一个医生，他可能只是一个 consult，他跟我们讲，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新生儿检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把一个数据给输错了，数据输错了呢，那个结果就没有正确的反映到我们宝宝的那个 MyChart 里面，所以就导致了那个结果就没有及时的更新。这又是另外一个，怎么讲？一个完全是人为的一个小错误，然后导致了家长，导致了我那么长时间的痛苦。嗯，我不知道这个视频落点会是什么样。我当时就跟那个consult 说，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渠道去反映说，怎么尽快的把这个结果告诉家长，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它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嗯，那个 consult 就很礼貌的说他一定会给他们的团队讲什么，但我并不觉得真的会有什么用处。所以这也是发这个视频的另外一个初衷，就是说如果在结构性的改良不可预见的情况之下，嗯，作为新手父母要有一个很强壮的心脏，
如果医疗系统本身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只能保持坚强，保持镇定。对。然后我知道，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个视频，看到现在的话，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搜庞贝症能搜到这期视频的话，有可能你也在经历着，我几个月之前那种痛苦。我，我就只能跟你说，大概率，大概率，大概率不会是最坏的结果。即使是不好的结果，现在也是可以治疗的。然后我当时搜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这个酶被纳入中国的医保了，还是没有？反正，好像是有。搜一搜，然后这个治疗费用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贵，反正就好好努力加油，甚至加薪还是负担得起的。就我们普通人还是这个病还是治疗还是可以治疗的。这个孩子依然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正常的人生，所以不要太担心。